早安，咖啡、薯条、遇见汉堡。我在大阪的朋友知道我终于回来了，刚好最近有一场花火大会，他问我要不要一起去看看。其实我本来就打算要去，有人作伴一起排队吃东西也很好，所以我立刻就答应了。现场人非常多，区域分成自由观赏区跟需要买票的座位区。我们买了5000日元的票，可以走快速通道，很快的就找到了我们的位置。因为距离开始还有1个半小时，所以我们决定先去旁边的摊位逛逛。我和朋友说，台湾不像日本有那么多花火大会。他说不会啊，台湾也有花火，便拿起手机跟我分享台湾的传统烟火。我心想，哇，这日本人真厉害。我想要吃炒面，但炒面那一摊的队伍特别长，排队等了半个小时。朋友也已经买好了炸鸡回来，但我的队伍几乎都没有前进。我开始觉得有点不安，感觉好像还要等很久很久。接着我又站在那里等了半个小时，天色越来越暗，人也越来越多。我心想，该不会花火大会开始的时候，我还在这里排队吧？又看了一下前面的队伍，感觉好像差不多要轮到我了，所以我决定再坚持一下。最坏的情况是花火大会开始了，还没有轮到我，那到时候我就会放弃。朋友笑着问我说，你还不放弃吃炒面吗？我说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放弃，虽然有可能等到最后一刻我还是吃不到炒面，但如果现在放弃，那我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虽然付出不一定有回报，可是不去试的话，是连一丁点的可能都没有。花火大会预计在7点10分开始，而我终于在7点整买到了那份炒面。我们拎着炒面和汽水一路小跑回到座位，刚坐下，天空便亮起了第一束烟火。我打开炒面，兴奋地吃了一口。哇，超咸，是我近期吃过最难吃的炒面。不过我还是很开心，因为烟火很美。而且我已经花了1个半小时排队，如果又让这份难吃的炒面毁掉我的心情，那才真的是太可惜了。所以我决定好好的抬头欣赏眼前的烟火，不要再管那个炒面了。如果我知道炒面这么难吃，我当初一定不会花1个半小时去排队。但如果我没有去排队，我也不会知道它有多难吃。也许我还会看着别人手里的炒面，觉得很羡慕呢。很多事情就是这样，不去做就永远不会知道结果。虽然有时候我们得到的可能就只是一份难吃的炒面，但我们可以把这些不好的感受转化为成长的养分。
而经历越多，见识越广，也能慢慢的培养出一种敏感度，一种见微知著的人生智慧。